肖戰白玉蘭 VCR 一出，熱度又炸了。《藏海傳》這次真把演員肖戰推到聚光燈中央。6月23日晚，第31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提名 VCR 陸續釋出，娛樂圈又熱鬧起來了。這一次，肖戰憑借《藏海傳》中藏海一角入圍最佳男主角。VCR 一出來，相關話題很快衝上熱搜，評論區也是大型圍觀現場，有人誇台詞穩，有人誇狀態正，有人盯着《藏海傳》的表演片段反覆看，還有人已經開始提前替他緊張6月26日的頒獎禮了。怎麼說呢？這波不是普通營業，而是實打實把演員肖戰4個字推到了白玉蘭的聚光燈下面。先把核心事實擺在前面。第31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入圍名單在5月26日公布，肖戰憑借古裝權謀劇《藏海傳》入圍最佳男主角。同組競爭者包括白宇、郭京飛、胡歌、於和偉，幾位都是觀眾熟悉的實力派演員。光看這個名單，就知道今年視帝賽道有多卷，妥妥的神仙打架。《藏海傳》本身也不只是男主提名這麼簡單，這部劇在本屆白玉蘭獎中拿到多項提名，包括最佳中國電視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主角等重要獎項。也就是說，肖戰這次不是單人突圍，而是帶着作品一起被主流獎項看見，這點很關鍵。娛樂圈最怕什麼？怕只有熱度，沒有作品；怕只有流量，沒有角色；怕話題滿天飛，最後落不到表演上。但《藏海傳》這一次被白玉蘭提名，至少說明一個問題：這部劇和這個角色已經進入了專業評審的視野。這也是為什麼肖戰白玉蘭 VCR 一發，討論會這麼熱，因為觀眾看到的不只是一個明星出鏡，而是一個從流量漩渦裡一路走到主流獎項提名席的演員。說到這裡，90後首位這個說法也得講清楚。網上很多詞條都在說肖戰是白玉蘭歷史上首位提名最佳男主角的90後演員。這個表述之所以會引發討論，是因為同屆入圍的白宇也是90後演員，所以更嚴謹的說法應該是第31屆白玉蘭獎首次讓90後男演員進入最佳男主角提名行列，肖戰與白宇共同成為這個突破的代表人物。但即便換成更準確的說法，這個節點依然有分量。以前一提白玉蘭視帝，大家想到的往往是成熟戲骨、證據熟臉、行業資深演員。年輕演員想進入這個賽道並不容易，尤其是古裝劇男主想在這類主流獎項裡突圍更不容易。肖戰這次憑《藏海傳》入圍，某種意義上確實打破了外界對流量演員和古裝劇男主的固有印象。一句話，這不是粉絲自嗨，這是獎項層面的認可。再看6月23日釋出的提名 VCR， 為什麼會引發這麼多討論？原因很簡單，肖戰在 VCR 裡的狀態太正了，不是那種刻意端着的正，也不是用力過猛的正，而是很乾淨、很穩、很演員的那種正。鏡頭裡的他沒有過度包裝，整個人的狀態是舒展的，氣質是清爽的，表達也很平穩。很多觀眾提到一個關鍵詞：原聲台詞。這幾年國產劇觀眾對演員台詞的要求越來越高，以前大家可能更關注臉、造型、CP 感，現在觀眾眼睛越來越尖，耳朵也越來越挑。台詞穩不穩，氣息沉不沉，情緒有沒有層次，一開口就能聽出來。肖戰在《藏海傳》裡的原聲表現本來就有不少討論度， VCR 把這些片段再集中放出來，相當於把角色的高光時刻重新擺到觀眾面前。藏海這個人物不是單一情緒，他有隱忍，有克制，有鋒芒，也有被命運逼到極限後的爆發。演這種角色最怕表面化，一旦只剩皺眉、紅眼、低吼，觀眾很容易出戲。但從目前觀眾反饋來看，肖戰的表演被討論最多的恰恰是細節，比如眼神變化。《藏海傳》播出期間，關於藏海的眼神戲就被不少觀眾拆過。這個人物不是一上來就開打，而是把很多情緒壓在心裡。前期的藏海更多是收着的，眼神裡有防備，有試探，也有不能輕易暴露的痛感。到了情緒爆發的戲份，他的眼神才真正鋒利起來，
像是壓了很久的刀終於出鞘。這種層次感是角色能不能立住的關鍵。所以這次白玉蘭 VCR 出來後，很多人不只是說肖戰好帥，而是開始討論他怎麼說台詞，怎麼處理情緒，怎麼用眼神完成角色轉折。這對一個演員來說其實是很好的信號，因為真正的演員紅利不是永遠被誇顏值，而是觀眾開始討論你的表演方法。當然了，顏值這塊也沒必要硬幣。肖戰在 VCR 裡的確狀態很好，鏡頭一推進，五官周正，氣質清朗，整個人有一種正劇感和古裝感兼具的味道。粉絲說又帥又正，路人說看着舒服，這種反饋都很正常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這次很多誇讚並沒有停留在臉上，大家在誇他聲台形表在線，誇他的台詞不飄，誇他的情緒落點清楚，誇他在《藏海傳》裡真正把角色扛起來了。說白了，這才是這支 VCR 出圈的核心。帥只是第一眼，能讓人反覆看的還是表演。再說《藏海傳》本身，古裝權謀劇這幾年並不好做，觀眾見過太多套路，也對披着權謀皮談戀愛服化道好看但劇情懸浮這類問題越來越敏感。《藏海傳》能在白玉蘭拿到多項提名，說明它至少在制作、敘事、表演和文化質感上有被專業層面討論的價值。評委盧榮此前談到《藏海傳》時，也提到這部劇在文化氛圍和中國文化內涵上的呈現。這個評價其實很重要，因為《藏海傳》的看點不只是故事爽不爽、反轉多不多，還有它怎麼把古裝語境、人物命運和東方審美結合起來。一部古裝劇能不能走到主流獎項面前，不能只靠好磕和熱鬧，還得有質感。而肖戰飾演的藏海，正好是這部劇的核心承重牆。藏海這個人物不好演，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爽文男主，也不是一路開掛、一路碾壓的簡單設定。他身上有秘密，有傷痕，有目的，也有不得不隱藏真實情緒的複雜處境。這樣的人物，演輕了沒分量，演重了又容易顯得用力。肖戰這次比較聰明的地方，是他沒有把藏海演成一個永遠冷臉的高質感男主，而是給角色留了呼吸感。該克制的時候不搶戲，該爆發的時候情緒能頂上去，該沉默的時候也能讓觀眾看出人物心裡有事，這就很難得。很多演員演複雜角色，容易把複雜演成表情多，但藏海這個角色需要的不是表情堆疊，而是情緒遞進。觀眾能不能相信他，關鍵不在於他哭得多慘，喊得多大聲，而在於你能不能看見這個人一路走來的心理變化。從這一點看，肖戰這次入圍並不突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業內對他的評價也在發生變化。過去提到肖戰，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頂流，是熱度，是粉絲盤，是商業價值。但這幾年，他的關鍵詞明顯在往演員靠攏。從不同題材到不同角色，從古裝到現實向作品，再到這次《藏海傳》入圍白玉蘭最佳男主角，外界對他的討論正在從他紅不紅轉向他演得怎麼樣。這對他本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，因為流量可以帶來曝光，但獎項提名考驗的是作品和角色。熱搜可以一天一個，角色留下來卻要靠觀眾長期記住。肖戰這次站上白玉蘭最佳男主角提名席，真正的意義不是他離視帝有多近，而是他已經進入了主流表演評價體系，這一步很關鍵。當然，白玉蘭視帝競爭絕對不輕鬆，同組的白宇、郭京飛、胡歌、於和偉，哪一位都不是省油的燈。白宇同樣是90後演員代表，這次入圍也讓年輕演員能不能扛起主流獎項賽道成為討論焦點。郭京飛一直是公認的實力派，表演鬆弛又有爆發力。胡歌不用多說，國民度、作品積累和獎項經驗都擺在那裡。於和偉更是觀眾心中的穩字擔當，演技口碑非常扎實。所以這屆最佳男主角真的不是隨便說說的卷。肖戰能不能拿獎，現在誰都不能提前下結論。白玉蘭獎是專業評審流程，最終結果要到6月26日頒獎典禮現場才會揭曉。
網上那些所謂內部投票、同票領跑、提前排名的說法，大家看看熱鬧就行，千萬別當真。這一點必須說清楚。獎項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，提前洩露排名這種說法本身就缺乏可信來源。上海電視節相關評選流程也明確強調，終評由評委會審看和投票後確定獲獎者，並在頒獎典禮現場公布。所以現在更適合討論的是作品、角色和表演，而不是被各種小道消息帶節奏。說白了，別急，等花開。不過，就算暫時不談能不能拿獎，肖戰這次白玉蘭提名已經足夠有話題。他是頂流出身，卻沒有停在頂流舒適區。他有龐大的粉絲基礎，卻也一直在用作品重新定義自己。他曾經被貼過很多標籤，但《藏海傳》讓更多人開始把目光放回角色本身。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娛樂圈最難的不是紅，而是紅了之後還能繼續往前走。很多演員爆火之後會被困在原地，要麼一直複製舒適區，要麼被流量反噬，最後角色越來越模糊，人設越來越喧賓奪主。肖戰這些年最明顯的變化是他在主動把自己往角色裡放，而不是讓角色為他的熱度服務。《藏海傳》對他來說就是一次很重要的證明，證明他可以扛古裝大劇，證明他可以完成複雜人物，證明他不只是話題中心，也可以成為獎項討論裡的演員樣本。這次 VCR 出圈也像是一個小小的分水嶺。以前肖戰一出物料，評論區可能更多是帥角狀態好，這次不一樣，大家開始講台詞、講眼神、講角色完成度，甚至開始拿他和同組入圍者一起放在白玉蘭視帝賽道裡討論。這就是演員身份被看見的過程。這次提名對他來說既是榮譽，也是考驗。榮譽在於他被白玉蘭看見了，考驗在於從此以後觀眾對他的期待也會更高。以後再演角色，大家不會只用流量演員的標準看他，而會用白玉蘭提名演員的標準看他。這聽起來很風光，但壓力也是真的大。因為一旦進入這個評價體系，就意味着你要持續拿出更穩定、更有說服力的表演。不過從《藏海傳》這次的反饋來看，肖戰顯然已經準備好接受這種審視。6月26日的頒獎禮還沒到，結果仍然未知。但提名 VCR 已經提前把氣氛拉滿了。肖戰、藏海、藏海傳、白玉蘭這幾個關鍵詞放在一起，本身就是一場熱度和專業度交織的大戲。粉絲當然期待他拿獎，路人也會好奇最終結果。但站在更長的時間線看，這次提名最重要的意義，也許不是獎盃本身，而是肖戰終於用一個角色，把外界的討論重心從頂流拉回到了演員。這才是最值得關注的地方。一個演員最好的底氣，永遠不是熱搜掛了多久，而是角色能不能被記住。《藏海傳》裡的藏海已經被看見了，肖戰也憑這個角色站上了白玉蘭的提名席。接下來就看6月26日那朵白玉蘭最終會開向誰。但不管結果如何，這一頁已經寫進肖戰的演員履歷裡了。從頂流到白玉蘭最佳男主角提名者，肖戰這一步走得不輕，也走得很實。一句話總結，這次不是簡單熱鬧，是演員肖戰真正被主流獎項點名了。誰懂啊？這才是內娛最帶感的成長線。